在晚上的美国351号公路上，一个发着绿光的人面无表情的在散步。走近一看，原来他并不是没有表情，而是压根没有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好久不讲都市传说了，有好多粉丝都私信轰炸我，那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个美国的恐怖都市传说，他就是无脸查理，也被称作为绿人。面容恐怖的他，其实在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看之前记得点赞、收藏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支持了。据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，晚上可以看到一个无脸的男人走在路上，这震惊了当地人数十年之久。根据描述，他身体发绿，面部被毁容，没有了眼睛和鼻子。因为怕白天吓到别人，所以每到夜晚，查理才会在一条隧道附近出没。他会从一个洞里出来，为了缓解孤独，查理喜欢用着拐杖在351号公路上走来走去。他通常走在路的边边上，试图躲避路人的视线。他抽烟的时候，烟雾会从他脸颊的孔中吹出来。许多看见他的人都会觉得他是幽灵，不敢接近。关于被毁容的夜行者的消息很快就被传开了。好奇心驱使下，好多人都开车来看到查理出现的地方，想探一探究竟，看看查理真人。甚至有的路上都会造成交通拥挤，以至于警察都出动来维持秩序。消息传开后，来找他的陌生人越来越多。有一些人看到查理后感到很震惊，开始作恶。有的人诱使他从啤酒瓶当中喝尿，或者欺负他是盲人看不见，殴打他。还有的人会假装说服查理带他去酒吧，然后在茫茫荒野当中把他丢在半路上。1982年，警察就在隧道里发现了查理，他被人殴打致重伤，然后丢弃在隧道中。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后，查理听到汽车行驶的声音，就开始躲在树林中。汽车开走了才出现。虽然一开始都只是好奇，但是一些人看到查理本人后，觉得他是个好人，拿他当做朋友。查理也逐渐开始接受他们分享的啤酒和香烟，一起聊天，讨论棒球或者天气之类的话题。聊完后，查理便继续散步，有时候他们还会和他合影，查理也会欣然答应。尽管从大部分人的角度来看，查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但关于他的都市传说却在各个地区不断流传。宾夕法尼亚州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幽灵或者某种怪物，面部恐怖，在肮脏的环境当中长大。即使后来查理去世后，当地人仍然会进行深夜冒险，沿着他行走的那条高速公路上行驶，寻找从未出现过的幽灵。其实，在无脸查理背后有个非常悲惨的故事。在1919年的夏天，他8岁那年，和小伙伴们在电车桥上玩，他们突发奇想，想看看塔桥上的鸟巢里有没有蛋。于是查理爬上了塔桥，触到了被架空的电线，这差点要了他的性命。尽管查理在事故当中幸存了下来，但强大的电压却夺走了他的鼻子、眼睛、一只耳朵，甚至一只手臂。据他的医生说，查理小时候能在事故当中幸存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。经过长时间的休养之后，查理出院了，脸上多了假鼻子和一副墨镜，这副墨镜掩盖住了他空洞的眼窝。然而他的绿人的绰号是来自于他的皮肤，因为他在事故当中遭受了电击，导致皮肤发生永久性的变绿。许多人遭受这种挫折后会一蹶不振，但查理没有。他拒绝因为自己的伤病而变得孤独，他一生当中都没有抱怨自己的身体不适，相反，他常常自己找乐子，比如听收音机、阅读盲文，还会编织门店，用皮革做皮带和钱包，以此来赚钱。他还会在家中用手动割草机割草，有时候他戴着假鼻子和一副墨镜，但他对自己的脸已经习以为常，家人也就早就习惯他的外表。到了晚上，按照惯例，他会沿着351号公路散步。他的母亲不喜欢查理在黑暗当中独自行走几个小时，但这并没有阻止他。他通常会在晚上10点左右出门，在午夜之前就回来了。查理的侄子称，全家没有人会谈及以前的事故或者毁容的话题，但是有一些故事的版本说，查理的家人不敢看他，也不允许查理和他们一起吃饭。他的家人很反对查理在步行的时候遇到陌生人一起喝酒，也会因为陌生人鸣喇叭执意要见查理而烦恼。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将近70岁的查理被迫放弃了散步，搬进了布莱顿镇的疗养院。在那里，他受到了家人的照顾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。1985年6月11日，查理因自然原因逝世了，享年74岁。他被安葬在一座公墓当中，该公墓俯瞰着改变了他一生的电车桥的旧址。随着都市传说的流传，无脸查理的故事传承了无数次，越传越夸张，以至于他的名字和他的真实历史经历都被恐怖的氛围所笼罩着。多年来，这个故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有人声称，他们晚上仍然能看到一个无脸的查理走在他最喜欢的那条路上。其实，在无脸查理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恐怖传说和灵异事件，因为他真实经历的一场事故，面容变得很恐怖，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恐慌。故事流传的越广，版本就越多，内容也就越发离谱了。其实正正觉得查理真的很可怜，人这一辈子多多少少都会有祸福，有时候一场事故可以把一个人带入深渊，但是咱们不能因为人家的弱势就去抨击或者唾弃，这样也难怪在人家死后，你依然可以看到所谓的他的灵魂在你眼前晃悠。大家还是多做好事，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对无脸查理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。